警察接到报案，一名女律师被迷奸了。不料等专案组赶到后，却一眼认出她竟是专门跟警方作对的尼基律师，这回居然变成了受害人。然而尼基昨晚醉酒加倍下药，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只想先给女儿打个电话，却不料当警察把包包还给他后，里面其他的东西都在，但唯独少了手机。结果他立马紧张了起来，因为手机里全是关于案件的录音，搞得警察也莫名其妙。哪知下一秒尼基竟怀疑是警方拿走了，见状警察赶紧否认，可他明显不信，因为常年和警方作对，手机里有不少警察的把柄，他担心中圈套，于是把警探都赶走了。却不料针对尼基的案子，警方内部出现了另一种状态，有人很是消极，毕竟尼基现在正起诉警局索赔500万呢，但本森仍秉公处理，只要他是受害者就必须管。而这时恰巧实验室来的消息，虽然体液的 DNA 检测还没出来，但毛发样本却找到了匹配的，竟是尼基的一名前委托人。当时官司并没打赢，他被判了3年，上个月刚出狱，所以可能是报复尼基，而这个猜测听上去非常靠谱。于是警察就来找了小胡子，但他自称已经不拍色情片了，现改成情色播客了。而这个灵感还是来自尼基，因为他时刻用手机录音，并表示自己再没和他联系过。对此警察选择了暂时相信他，可谁知这件事竟被尼基得知了。随后他就气势汹汹冲进了派出所，怒斥警察不去查案，反去骚扰我的客户。虽然警察解释这是办案流程，但尼基并不接受，甚至恶意推断警察这是想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。因为昨晚是警方举办的晚宴，他参加后却被强奸了，并且手机还被拿走了，一般人可不知道那有多重要，所以凶手极有可能是名警察。随后就逼着他们去调查自己人，而这可给警方上压力了。但不得不说，尼基说的很有道理。对此警察展开了大讨论，是否应该调查自己人。结果一分析，尼基正在起诉警局，所以遭到报复是很有可能的，尤其是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还丢了，现场的探头也没拍到他离开，显然开车送他回家的人还避开了街上的探头，这是警察能干出来的，所以很有必要传唤参会的每一位警员了。然而局长却是不同意，尤其是尼基还正在起诉警局，他要求本森一致对外。尼基现在是敌人，但本森却很是公正，他反驳尼基这次是受害者，可局长还是不想批准，于是本森又苦口婆心，摆事实讲道理，试图说服局长。然而局长不相信尼基，担心他动机不纯，于是建议本森先去咨询下警方的辩护律师。就这样本森来找了米勒律师，而他恰巧昨晚也参加了晚宴，更有发言权了。随后律师就给了本森一份名单，这是从性犯罪数据库调出的，按照尼基被袭击的时间，这些人恰好在那个区域内，也就把嫌犯范围缩小到了他们身上。对此本森很是感谢，并且不止如此，米勒还对尼基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。他收集了尼基的背景资料，结果显示他曾4次被判藐视法庭，至少1名法官威胁要他受到伪证罪的制裁，所以这么看来尼基可能撒谎了。但是当阿曼达得知这件事后，却感觉不对劲，他认为米勒作为警方的辩护律师，为了打赢官司应该去追查原告，可他为什么却对原告律师进行对手研究？对此其他人也解释不了，于是阿曼达就来找了尼基，首先询问他是否和米勒有矛盾，结果尼基表示从来没有，我俩互相尊重，一直保持合作关系。那晚在宴会上聊得也很愉快。见状阿曼达就拿出了那份档案，结果尼基看了后立马表示这是污蔑，不知米勒为何这么做。但下一秒他就发现了不对的地方，有一页内容不该出现在这里，那是在法官办公室里的单独谈话，按规定是保密的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米勒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与那次谈话根本无关。对此法官也表示根据保密协议，在办公室的谈话是不外传的。于是阿曼达就拿出了那页内容，结果法官一看就傻眼了。而当阿曼达说出来自米勒后，他竟称不知道对方怎么拿到的，但阿曼达根本不信，直接点名当时也没第三人在场，也就暗示是法官泄露的。可法官根本不承认，并在阿曼达步步紧逼后，开始威胁起了整个警队，警告他不要引火烧身。但阿曼达可不是吓大的，随后就开启了对法官的调查。而据他的同学讲述，当年法官在读法学院时，曾因为抄袭论文被停课1学期。按理说在法官录用中是不会通过政审的，但现在看来肯定是米勒帮忙了。原来俩人竟是狼狈为奸，那就必须得通知本森了。可哪知当阿曼达赶回办公室后，竟发现本森正在精心打扮，准备晚上去和米勒约会。见状阿曼达赶紧说明了调查情况，不料本森早就觉得米勒不对劲了，而这次约会就是去试探的。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，可哪知米勒也不是傻子，一眼就识破了警方在调查自己，因为有个服务员把他的酒杯拿走了，接着就直言你们这是想获取我的 DNA。 起初本森还装傻，但米勒已看出刚才的逝者是鉴识人员，是他拿杯子的手法暴露了身份。见状本森也摊牌了，明眼已看出你对尼基有仇怨，所以怀疑你就是强奸犯，我们要进行 DNA 比对。却不料米勒竟爽快承认了，可却声称是两情相悦，并否认了下药，也不知道手机的事。本森当然不信，并威胁要逮捕他。然而米勒做事滴水不漏，很自信警方没有证据，根本动不了自己，然后就潇洒离开了。却不料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结束，因为与此同时，阿曼达正在说服尼基指认米勒，不料他的态度却180度大转弯，竟自称搞错了，米勒是对的，我俩是自愿发生的关系。但这一看就是被威胁了。阿曼达保证会保护他，可尼基不敢赌，因为他正在争夺女儿抚养权，弄不好会失去女儿的，所以他现在不想参与追查米勒了。
对此阿曼达也没招了，接着立马打给了本森，而本森此时还没到家，不料竟被交警拦了下来，要查他酒驾。即使本森出示了警徽，表示是同行，但交警也不买账，也不让他给局长打电话，最后强令本森下车接受搜查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然后第二天他就气势汹汹来找了局长，一口咬定这是米勒干的，并讲述了昨晚的经过。结果局长刚让他消消气，本森就开怼：“你是不是有把柄被米勒抓住，所以他能操控你，一辈子威胁你？”局长当然否认了，哪知本森立即反问 ：“You introduced me to our target. You directed me to speak with him about the investigation. For all I know, you could be the one leaking details about this case." Okay, Liv, stop. You're upset, understandable. Yes. So I'm going to put aside for a moment what you just accused me of. Well, you're not denying it. Help me understand. Tell me that I'm wrong. Miller deliberately misled me. He manipulated a judge, and he intimidated our victim. I'm not saying you're wrong. Then what are you saying? 此时局长也不好打圆场了，当场许诺会配合调查，一举将米勒盯死。随后局长就约了米勒，告诉他本森对你抓着不放，我也管不了他，所以如果是你拿了尼基的手机，就赶紧扔到警察能找到的地方，来转移他的注意力。而眼见局长焦虑不安，米勒就安慰他，尼基现在不会指控了，并且他的手机里也没我的把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而他这么一说，局长也就确定手机在米勒手里了，但米勒只承认是在地上捡的。可局长还是不放心，哪知米勒竟想让尼基消失，局长赶紧问怎么做，结果这却引起了米勒的疑心，感觉局长问得太详细了，不由得怀疑他带了窃听器。可就在这时，本森突然出现了，果然这是他和局长设下的圈套。但米勒声称律师和客户之间谈话有保密特权，哪知警探却告诉他，局长早已经放弃了，所以刚才的谈话可以作为证据，接着就将他逮捕了。不料米勒仍放话，很快我就会被释放的。对此本森却不认同，明言等到你被捕的消息传出去后，你的朋友们都会背叛你的，没人会愿意帮助受伤的你。显然本森比米勒更了解人性，米勒算是完了。最后尼基也来向本森道了歉，他现在感同身受，很是懊悔一直跟警方对着干，拼命去为那些强奸犯辩护，结果现在轮到自己身上了，却是一样备受煎熬。不过本森仍是安慰，这都是你的本职工作，不必挂怀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